讲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位特别嘉宾上来分享一下。然后这位特别嘉宾，就是从2013年，他2012年加入，从2013年接近每一场高峰会议他都参加，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而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最高峰会议我们这么的看重，每一次谁参加，我都会很注意的。VV 都会非常的注意。他参加了好几年哦，我都不知道有他的存在。真的不只是我们的总监，我们的很多领导人，他有参加，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都静静坐在一个地方，也没有人想去理他。老实讲，那个时候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安迪这样以前。哦，所以哦，得罪很多安迪。不过当时他的样子就是那种，我们看过几张照片，很好笑。在高铁上，我们在新西兰坐高铁，那高铁他一个人站在那边，旁边是拿督，转另外一边不要理他。另外一边是4天，也是转另外一边跟人家聊天，他一个人就是很可怜的一个人站在那边，没人理他。我就开始知道说，当时他很早期。5年前，他就每一场高峰会议，每3个月的高峰会议，他都有参加。而来到今天，对整个 VV 的影响，尤其对女生，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有他的存在，过去几年，很多，他激发了很多女生想要成功的那种心。以前我做直销的时候，我的那些前辈，我的那些上线，他们都会来劝我，跟我讲说：“哎呀，女生在直销界不会这么容易成功的，不要浪费时间，你没有这么多时间浪费。他们很感情用事的，遇到问题就很情绪化的，你们同意吗？同意吗？”啊！我听不到女生的声音呢，同意吗？同意啊！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所以今天 VV 才有这么多很了不起的女生出现，对不对啊？所以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话。而这个人就是我们过去几年其中一个，当时脱颖而出。影响了真的 VV 成千上万的女生，也在2018年今年10周年荣获我们 VV 的最高荣誉金鹿奖，也是第一个女生得到金鹿奖的。她是谁呢？请看。传递希望，分享喜悦的绽放，生命的灿烂。创造机会，主动学习，哪里有付出，哪里就有收获。他非常享受 VV 事业所带来的满足感，他热爱分享喜悦，传递希望的力量，发放幸福的光芒。当初我认识 Patel 的时候呢，是买给我先生吃的。那我先生服用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才慢慢对这个产品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在2012年的9月开始加入VV，那么在同一个月里面呢，也是达到了一个3星级别。3个月之后就成了Elite 3 Star， 之后又成为了孔雀领队、凤凰领队，然后再挑战了飞马领队，到现在是飞马领队5。当我们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勇敢一点点，要越挫越勇，要记得我们是来征服高山的，并不是被一些小石头绊倒的。他坚信，滴水石穿不是靠蛮力，而是靠持之以恒。所以，他选择了把命运、把未来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就是 Team Elite Pegasus 5杨中方。掌声有请。
飞马岭队伍杨宗方。嗨，亲爱的绿卫的伙伴们，大家晚上好，好不好？今天的样子可以看吗？刚才老板讲参加了这么多次高峰会议，害我傻傻的跟，终于跟到，他注意我，所以今天在这个台上，很感恩我们的公司。你看，孤注一掷，势在必行。前面3场我多有趣，我跟着老板去到马尼拉，去到台湾，再去到日本，来到今天的这里。我感觉单单赶飞机，单单赶路程，单单今天驾车上来，都已经耗尽了蛮多的精神。但是我们的老板还每一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演讲者，站在这个舞台。他为了是什么？他就是我们这个绿威国际最了不起的领导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以身作则，才可以把一个企业做大。那么如今我们的绿威国际大不大？业绩大不大？团队好不好？整不整齐？老板帅不帅？非常感恩老板，谢谢老板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呢，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哦。那么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想跟大家各位绿威的兄弟姐妹们分享我绿威之前，然后碰到绿威，然后了解绿威，然后从事绿威，然后爱上绿威，然后专注于绿威的这个过程，好不好？那么想不想听？好，那么我现在开始了。那么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那么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可以让我的父母亲可以孝敬我的父母亲，就这么简单，可以孝敬我的爷爷奶奶，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很努力的读书，但是到了长大以后结婚了，那么我不仅要孝顺父母亲，孝顺爷爷奶奶，而且我还要给孩子很好的一个教育。所以呢，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可以的生活，比较可以孝敬父母亲，可以培育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了，那么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我先生呢，就是他被一家国际企业聘请到新加坡做一个机械工程师、设计工程师。那么那一年我怀孕生完孩子，第2年我也是来到了新加坡。那么我去找工作的时候呢，也是碰到了一些阻力。当时来到新加坡，人生地不熟，口袋里面也没有什么多钱，也当时候呢去租房子、租屋子，住一间小房间，然后要跟人家共同的厕所、洗澡间，很不方便的。那么每次我去上班的时候呢，我后来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我觉得销售可以让一个人成长，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可以在这个美好的城市可以继续的生活下去，打拼下去。一开始很不习惯，每次吵着话，我的先生说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在哪里都是以家庭为先，在哪里都是靠2夫妻的拼搏。所以呢，我定下心情，每一天定时去上班。当我走到主屋楼下，去到巴士站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座座主屋，我就觉得应该有我的一间，这么多房子，应该我会有一间。那个时候我的目标是这样子的。那么我在巴士站等巴士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漂亮的私家车从我面前咕这样开过，我就感觉到应该我有我的私家车那么我就坐在巴士上，很兴奋，很开心，幻想着自己以后未来的生活。好了，那么做了几年之后呢，就这样工作。我先生的薪水比我高，那么我也是很努力的做。几年之后也没什么多钱，也实现不了我的
也没有这么快实现不了我的梦想。那么后来我觉得，那么要找机会，找机会可以找比较高的工钱，或者是自己做生意。后来我抓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在新加坡通讯业开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新加坡打电话的时候是非常贵的，在那个时期通讯业开放了，所以打国际的公司做卡的公司开始出现了。那么我就这样子抓到一个机会，开始从事我的生意，电话卡批发的生意哦。那时候我就开始拿了一个行李箱，大家懂行李箱吗？现在每一次我们来这边开会啊，去出国啊，都拿着一个行李箱。那时候现在穿着这样体面拿着一个行李箱是人人看到眼光是羡慕的。那时候我穿着 T 恤，穿着牛仔裤，很重啊。那个行李箱里面要一间一间去找那些便利店、MRT 的便利店，或者是那些印度的杂货店的老板去配合，问他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很好，可以给你带来盈利，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合作的生意。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从早9点钟开始拖着一个 luggage， 每天人家以为我要去坐飞机的，每天从早上到晚上10点钟把这个 luggage 拉回来。有时候这个 luggage 轻了，我就感觉到哇，今天生意不错应该是盈利不错，应该很快会达到我的梦想。有时候这个 luggage 很重，今天的生意不好那么我还是充满着希望的。就这样，我认识了一些很多的生意的开店的一些老板，然后呢，生意慢慢由于我的努力跟我先生的帮忙一起来做这个生意呢，后来我们的生意不错就勉强出一辆日本车那么勉强买了一个公寓来住，我就觉得很幸福了。我就觉得，哎呦，小朋友可以好好的去上学，然后两夫妻打拼，然后我们2个提早一点退休，可以带小孩子带父母亲出去旅游，生活就是想的这么的完美，好吗？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我的生意开始走下坡了，因为人家看到你好做嘛，做批发的，那么就越来越多人来跟你竞争了然后 profit 会下降了，就是盈利下降了。那么我觉得要增加收入，一直不断的增加收入，才可以达到我的梦想，提早退休嘛。所以我就像很多的新加坡的老板一样，去开了手提电话店，像 Julie 认识的 David Julie 他们去开电话店吗？我也开一间，第一间 OK 嘞，可以赚钱嘞。我在想一间店可以赚多少钱？那么10间店应该很快会达成我要的那个梦想，很快就可以40岁可以退休了那么想法是我觉得有点天真，现在回想起来，可是那时候是满腔热血的就是一直开，一直请工人，一直开，然后开到最后怎样呢？租金一直涨，人工没有办法管理，也请不到工人，要么就是要付很高的薪水，要么要付很高的人头税，要么他的租金一直在涨，地点好的就是一直起得很高。那么渐渐开始，我开的有些店就开始亏钱了，等于是白做了。那么一半赚一半亏，你们觉得有赚钱吗？就是瞎忙嘛。很多做生意的人做了几10年，为什么没有进展？就是瞎忙，忙碌碌瞎忙。好了，那个时候糟糕的就是说，这个时候我的先生的身体，因为2夫妻有压力打拼嘛，我的先生的身体开始慢慢的下降了。我在想，那时候我的梦想是早一点退休嘞，不是让你老化来的特别快嘞，对吗？他老化的东西来了，一直鼻敏感，头发一直掉，然后最要命的就是我先生就是有个肾结石，每一个月他都会痛一次的，在地上打滚，好像大姨妈来一样。第一次的时候我不懂是什么问题就每个人都很紧张，哇，痛的在地上打滚，快点打那个999那个救伤车，
快点载他去国大医院看。后来发现是肾结石，没有办法，经过一步一步 appointment， 然后去照这个照那个，最后医生讲这个暂时没有办法，你就痛的时候吃不痛的，痛一点点的时候吃轻微的止痛药，痛到重一点点的时候再加强止痛药，痛到很严重的时候你就吃很重的那种止痛药。所以我家里的橱里面就是一包止痛药就占了这个大位，很怕人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去看中医，因为我们知道西医很伤害身体，副作用很多。为什么头发会掉？因为鼻敏感，一直喷那个喷雾，不喷的话一直流鼻涕，很难看嘛。所以呢，喷久了，头发就开始掉了。去种头发又花好多钱，也种不出。那么我们开始做什么？中药开始1个礼拜我带他去3次看中药。那个时候我身体也是不好的，因为你们也知道之前压力很重，只是我会扛得住而已。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很严重，人很胖，然后很水肿的那种样子。好了，那个时候我们去走shopping的时候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去那种可以卖营养品的地方，沃森啦、Gardiel 啦，还是鱼人参啦。然后我们每次去shopping的时候就去问那边的营养师，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补到我们的身体比较健康一点，不要一直看医生。什么东西可以增强体质？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看上去比较年轻一点？一直在找这个东西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先生，医生讲泡参也买磨成人参粉也买，然后冬虫夏草也买。他一买就是买4、5千块，然后我就觉得哇，4、5千块很贵耶。他就跟我讲，如果可以把我身体上的这个病痛拿走的话呢，身上我有几万块我都愿意给他。那我就觉得我体会到他的难受了，我就静静的好了，快点吃到好就好了。可是呢，一段时间家里很多保健品都吃了没有什么疗效。那在这个时刻我们的37团队的最高领导人 David Yu 夫妇2个人，他们一直 send message， 一直打电话来骚扰我，然后他就跟我讲，你经过我的店来看看现在有个东西很好我就记得是这样子。我说好在哪里？好在这个好那个好。我说 OK 我知道了。然后第2次打来，你经过我的店吗？我说 OK 我知道了。就这样1年，我就没有去他的店里，因为我老公讲不许去他的店里，因为我们不做他的生意。为什么？因为那时候 David 的身体很糟糕嘛，然后我感觉他的店要倒那样的，不管做他的生意，因为坏账太多了生意人就听得懂然后有一次他们2夫妻打一个电话，很严肃今天你在哪里？我就要见到你。好了，那我就觉得躲不了了啦。那我就跟他讲，我在那个地方。他们真的半个小时就到了。然后 David 一直拿着他的 iPad 讲这个。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没什么听了，我就注意他的样子，好像是比以前身体状况好了然后我在想，他是一个卖电话的，来跟我讲这个产品，一定是要赚我钱嘛，对吗？可是不可以明讲嘛，所以也算是朋友了，因为生意上来往的，要给面子嘛。听完了，好，那么他们很聪明，留了1盒在我这边，我就想回去，反正试嘛就给我先生，好像是喂小孩子这样子，我不给他知道这是什么，我也不需要跟他去解释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如果试得好的话，我就像他们这样，我就去买咯，我就给他2颗吃。在第7天的时候因为我先生体很虚嘛，那时候在针灸什么，1个礼拜要3次的。我们住得很高，22楼，那时候没有开空调，因为他很怕冷，体质虚的人很怕冷。然后他要包着衣服然后穿着长裤，穿着袜子，差点要戴帽子那种感觉。然后体质很虚。那这一天他每次一起身又人很虚，包得很严，又会出虚汗，那个床单就会很湿的，所以他一起来我就知道要晒去弄床单了，因为很湿嘛。然后第7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起来了，
然后我一摸，我发现他起来了，这床单是干的哦。然后我就问他：“你昨天没有睡啊？”他说：“没有嘞。”那你起来很早啊？他说：“没有嘞，我刚刚起来而已啊。”我就想，难道这个东西有效果？我就开始自己在想了。那么我就开始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是拿来吃了，我就是 test 我自己这边了。我觉得应该是要下去听一下了，就下去吕威的 office， 因为他们两夫妻的盛情邀请哦，就每次打 message 的在哪里，反正是很多。然后我就去听了之后，那个时候我听进去了，我就觉得看到 David 在台上讲的时候真的很认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因为见证特别的多。然后我就当时候就买了一套回去嘛。然后我先生吃的特别好，那时候我就开始打电话了，因为我也开始吃了嘛，不错。我在想这个东西好的话，可以给我同学的那些父母亲吃嘛。然后同学也是跟我一样年龄开始老化了嘛，应该他们也有问题。我不敢去推那时候我认识的那些生意了，因为我怕影响到我的生意。所以先推我以前那些比较好支持以前的好朋友，这个东西多好哦，只有这里有卖哦，你们那里没有的我要回来了，你要不要我帮你带？很风险的，你要不要帮你带一个？我最多是带5套而已。结果真的嘞，我真的把5套带回去，真的是拿到了5套的订单，我就非常的兴奋。但是新加坡1盒还没有卖到的，那时候我非常的兴奋，终于，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领导人 Julie，Julie， 我要跟你订10套产品哦。然后 Julie 那时候好像是在高峰会议，她好像是在国外。原本她是回来，因为我拿了1套了嘛，原本她回来要跟我谈1星的，结果我没有给她谈1星的机会，因为我直接跟她订10套嘛，对吗？然后她就跟我分享吕威的制度2星可以赚多少钱，3星可以赚多少钱？我讲等一下，3星怎么样弄？他讲3星就是你销售20套啊，你7套可以用里面的分数可以拿了。他就是这样跟我解释。我就讲好我用心一点去推，应该是没问题嘛。这么好的东西不可能没有要嘛，对吧？然后我在想，这么好，我的父亲要吃1套，母亲要吃1套，然后公公要吃1套，婆婆要吃1套，我自己吃1套，那么多出来给我老公吃多1套了，对吗？然后我就觉得我要这个3星，然后呢，当时我也没拿钱，结果 David 两夫妻送了那个10套货，我先订嘛，订了10套货，送去我家的时候，我打给我先生，我说老公你下来拿一个 trolley， 因为那时候我们做生意有推 trolley 的，拿一个 trolley， 再拿一张支票空白的下来。然后他讲OK， 他还蛮配合的，就噔下来一看，哇，这2个人站在前面好像是骗子哇，这2个骗子应该要骗我老婆的钱了。那时候他因为没什么那个嘛然后可能有误会还是什么，然后他很不爽，然后一听到我说要开那一个 amount 的时候我老公想一下，又看看我，又看看他们，结果还是很不情愿的开了那张支票，然后给了我，他也没有直接 pass 给他们，然后我拿了给他。后来他跟我分享讲说，我老婆被人家骗了，但是生意上的钱是赚来的，即使骗也是拿一个教训，就给他去被骗嘛，反正人没事就好了。所以你看我老公好不好？所以让我想到，让我刚才想到老板说的一点，选对配额重不重要？如果那个不认同的人直接一拳过来了，对吗？他一拳我也一拳过去啊，对不对？这种东西嘛，就是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嘛，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老公很配合，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后面呢，我就开始想，哇，这样子的话，这个生意如果是在这边开始做的话，然后我老公那时候我记得还讲了一句话，他说：“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的，不过先讲好条件，你不要卖给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你不要动，我还要做人的。”这一点你们听就好啊。然后我就当作是他有一点点不满，
我也当作没听到，我讲 OK， 没事没事，我不会动到你的一个朋友，我让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很有朋友的一个人就对了，我做坏人就好了，我去害人。然后真的了，那时候我就开始对准这个我的生意合作伙伴。那生意合作伙伴就是我那时候做生意的那些老板嘛，这些老板应该是有钱哦，应该可以买得起哦。我后来在想，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老板，真的是很有钱的，因为他算是我这里的大客户，每次跟我拿卡都是几万几万的。我在想买1套2套没有问题的。然后过去，这个老板我拿1盒也学 David 这样拿了1盒，去收钱的时候送东西的时候说，这个东西超级好啊！然后我的先生吃得很好，我也吃得很好，我的父母亲他们都在吃的，全部都很好，你去吃就好了。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打给我老婆，我老婆说要，我就买。”我在想，哇，一个大老板这么有钱，吃个保健品还要打给老婆，还要问老婆，然后我觉得，应该不要让他们夫妻吵架，应该要打，后来我打给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就说。我刚刚从韩国回来，买了8000、10,000的泡参，这些都是高级的营养品。我看你那个东西，我暂时不要，暂时不吃，我吃我自己的东西先，好，然后电话就关了。然后那个老板就看着我，好像是一脸失望的样子。然后我就说你留着，你留着。那他也勉强拿了。后来他吃了也是1个多礼拜还是2个礼拜这样，发现看。眼睛也好，关节也好，什么都好了，反正是他的老婆证实了这个东西是有效，他老婆也开始偷吃了。结果呢，这个生意人就是你们讲是谁吗？这个对，就是我们的飞马领队3 Mr. 温东光，给他一个掌声。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他说不吃，我就拿着走的话，也没有机会嘛，对吗？所以老板讲的一句话：坚持多5分钟，每样事情站着不要走，站着不要走，给他们看到很那种，再去说服他一下，然后让他感觉到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表现出那种真诚的那种感觉。那么后来又去中间找了很多个老板，很有钱也不要买，然后我后来又去找了一个老板，他是眼睛有点问题的，我在想应该是会买。然后呢，他说他也要问老婆，我在想哇，全底下的男人吃个东西全部都要问老婆的。然后还好他的老婆，Stelly 他的老婆说我这个东西是好的，我们试试看。所以今天他也是我的飞马领队 Kelvin 挂，给 Kelvin 挂一个掌声。然后那时候我的合作商，就是我去取货的那些合作商，有一个送货员。这个送货员呢，每次拿东西去到我的家或者去到我的店里，然后要跟我收钱的，他送货来的时候，我就拉着他不走，不给支票，一直听我念，一直听我念，一直听我讲，一直听我讲，然后他最后投降，他就是我们的飞马领队1杰森棒。那他也是非常的棒哦，非常有爱心哦，对砸团队的钱毫不手软，也产生了我们飞马领队坚令哦，也是非常的付出，一直开国外的生意，给我们坚令一个掌声哦。你在哪里？OK， 我看到你了。那么有一个老板，我在想，中间当然有很多不吃的，我就不管咯，你不要是你的损失嘛，对不对？我们去分享的时候，有没有每一次都成功的？感觉上好像我分享的是每一次成功，对吗？但是中间有很多拒绝我的，我都不管的。你拒绝我不代表没有人要这个产品啊，我就当做再坚持，再坚持。后来找到有个老板很特别，他吃素的，然后跟他讲了几次，他说他吃素的，不要讲。然后我再跟他讲，他给我这样，他讲 talk to my hand， 他不吃，他就是不要，就是不要。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不讲话也没有什么做生意做生意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很少去聊天了。那后来有一次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要这个产品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呢？
哎，你不是吃素的吗？吃素的人可以吃，我们Julie不是在吃吗？对不对？吃到帅帅，吃到很眼刀，又吃到很有家产的那种。然后他就跟我回答一个问题：我妈妈住院了，脚要锯了。上次你给我看的那个见证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不相信你试咯，你不试就没机会嘛，你试试还有机会嘛。啊，妈妈只有一个，你要还是不要你自己选。他说我要，我拿一套。啊，结果就是到现在就是我们的飞马领队单秋花，你在哪？哦 ，OK， 呀、所以你看，你们都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最搞笑的就是我的先生，很奇怪的，那时候他不是说叫我不要分享给他的朋友嘛，然后这些 Kelvin 瓜啊、Mr. Wu 啊，他们来带人来我家的时候啊，他就不理的，他就蹭上楼了。啊，你们谈你们的事情，我不管，因为他不想参与这样的一个小型会议。他知道讲来讲去讲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好，那个时候他就是只是吃嘛，即使他已经吃到那个肾结石已经排出去了，他还觉得不是很认同，因为刚巧，他跟我讲是刚巧，不要讲。后来呢，就是很奇怪的，我就说，哎，我要出国了嘞，去哪一个国家？每次我一个人去哦。真的，然后他又看到我越来越美了嘛，对吗？然后老婆每次一个人出国也不放心嘛，越来越美了嘛，对吗？有时我在想，以前为什么不跟呢？因为以前他也体质很差嘛，对吗？所以没有跟。那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他觉得哎，老婆也不错了。其实是不是啦？其实他觉得究竟想去看一下，啊，我的老婆真的是在旅威做什么？好，买产品、吃产品、卖产品还需要开会吗？然后我就说，不然你陪我去咯，我一个人也是很寂寞哦。然后酒店又可以2个人睡嘛，不需要浪费钱的，反正去就对了。好了，那么真的嘞，我的先生就跟着我去参加领袖培训会啦，然后参加表扬大会啦，然后我又站在台上啦，他就感觉到，哎，这个好像这个平台是不错嘞。旅威的文化理念可以改变到一个人，不只给到一个健康，还可以给到一股能量，还可以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对，越来越思想上面变得格局越来越大，而且不会，最重要是我没有乱跟他发脾气了，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平台是不错嘞，就感觉到不错，然后跟我一起去了解旅威，去看那时候的政商啊。去了解旅威以前08年的时候的那种，然后他又看到我们的老板在台上那个风度哎，他又觉得刚巧我也是谢天谢地，老板读的专业跟我先生读的专业是一样，他就可能这一点让他感觉到站在台上的这个人可以放弃到他的专业，可以带给人家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与理念，制造出这么多优秀的人出来，他觉得他要去了解，所以从那以后，他一直跟，变成我一个最靠近我的一个下线，也慢慢开始变成了孔雀领队，啊，从3星变成孔雀，也变成今天的飞马领队1，哎，这就是徐俊。老实讲，真的是蛮感恩的。Julie 每次说哇，你们2个配合得很好，我说是的，真的是，真的是一辈子2样东西都选对老公，选对事业，对吗？很幸福，很幸福。因为今天讲到这个东西嘛，那么其实真的在那段时间里面包括家人即使吃得很好了，他们也是给到很负面的。有一次记得我的父亲在喝酒的时候，然后我坐在他的旁边陪他喝酒。哎，我父亲很严重2012年跟我一起吃 padel 的，我一定会给他吃的，因为我的梦想是孝顺父母亲嘛，所以给他们一定吃的。我的父亲为了 test 我的产品好不好意外被车撞到，头里面有个血流很大，当时候要开头颅的，就是一定要牵制开头颅，然后护士已经把头发要剃掉了，然后我的
弟弟啊、我的阿姨啊这些全部 say no， 不要开头颅，开了也是这个人不可以用了。我们的家庭就是搏一搏了。然后我跟我母亲讲，每小时一颗，每小时一颗，这样跟他塞进去，挤破，放在石头下面。1个星期之后，医生讲这个人很大运，可以把里面的这个血流很小很小，然后几乎看不见，性命从那边拿回来了。这个我要讲的这件事情说，我的父亲已经从鬼门关，因为这个产品从鬼门关拿到不需要开刀，因为我不知道开了肯定是变成植物人也有可能嘛，对吗？然后没有生命也有可能吗？对吗？所以我们全家都认为，因为是产品的，所以我也是因为这几件事情而决定全心全意来从事绿威。我觉得应该绿威是对我的家庭、对我的整个人生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老天让我从事绿威，就砍断后路。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结束所有的生意，那些生意其实也差不多了啦，就好听一点，就结束砍断后路，然后2夫妻从事。你看，我老爸因为这个产品拿到性命，那时候在喝酒的时候，我还跟他聊到，叫我的弟弟啊，我的亲弟啊来从事绿威。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弟弟不会骗人的。”你们听得懂吗？他说弟弟不会骗人的，然后我就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知道他讲错了，他知道他也是讲错了。然后我妈妈就说什么骗，吃到这么好哪里会骗人？在今年6月份我拿金鹿奖的时候，我刚好他在场，他也看到很感动，我有掉一点眼泪，他也掉眼泪。然后今年香港9月的时候，我安排他也来香港，他也是在跟人家分享这个产品，也得到了一个1等奖，就是 1 star 了，很骄傲了。你看这个公司就是这样子，它可以尽管这样的一个行业很负面，很负面，甚至亲人已经是受益到完全了，甚至捡到性命了，他们还是不经意的负面。所以你看，我们在从事直销的人，有多少人会来给你打击？有多少人不认同我们这个行业？但是我想问，我们今天这个行业对还是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平台好还是不好？今天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平台不只是好，是非常的好。站在眼前的人就可以证明这一切了嘛。思想上面都已经改变了，站在这边一点抖也没有。第一次我站在舞台才3个人，我的脚已经抖到下面的人要快上来要扶我了，怕我要晕倒。Julie， 我的大领导 Julie 可以证明，真的不可以讲话的，不可以讲超过2分钟的。今天我可以吕维栽培我，能够站在这样一个大型的舞台，跟老板同台，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得到的。这个是我感觉到是一份荣耀，是一份光荣。谢谢你，老板。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先生开始2夫妻一起共创，在这个吕维的平台里面很努力，包括到现在我们都很努力。有问题就很积极、很正面讨论为什么这边差一点点，这边会少一点点，这边会出错一点点，我们都会讨论。但是我们2个讲出来的话都很积极正面的，因为老板讲消极不往下，对吗？即使他是我老公，我也要给他正面积极的。可是我觉得我们2个都非常非常的正面积极，所以今天可以站在这个舞台。那么我认为如果能够在吕维大家抓到一个趋势的话，做吕维有3样东西你们一定要戒。第一个就是要借力，大家都会借力吗？包括今天坐在每一个位置上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你们会借力，因为这样的力量可以借得到，对吗？
所以很多时候，你不只要借这样会场的力，还要借领导人的力。你要跟你的领导人关系非常的好，有时候就搬他出来，就你可以成交了，对吗？要跟领导人的关系非常好，不止跟下线的关系非常好，而且要跟领导人的关系非常好，跟团队所有的领导人非常的好，消极不往下，不往旁边，所以你要起到一个必须要积极正面的。好，那么第二个呢，你必须要借智。什么叫借智呢？就是聪明的人，他不停的去累积经验，从失败中累积经验，然后去慢慢开始找到一个方案。那么智慧的人是借什么呢？智慧的人借别人撞得头破血流拿到的经验，对吗？所以智慧的人他是借智的。那么吕威就像一所大学呀，吕威有没有像一所大学？领袖培训会每一句话都在教育我们，老板花这么多的会议，就是在教育我们一个更对的人。我先生时常跟我讲，吕威就是一所大学，他在大学里面都没有读到这样人生的哲理呀。所以那时候老板在日本分享过这样一句话，老子讲的就是水呀，很善良，道与世人不争，能够承受众人的之恶。水善可以与人不争，而承受众人的之恶，水一直往下流吗？我很有感触嘞，我真的非常有感触。这个水可以承受所有的污点，然后往下流，不是往上流，对吗？所以他是不是在教育我们？然后孔子又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又讲了很多哲理。老板又讲，为什么几千年前孔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因为老板的能量很强，他2只脚踩在地球上面，吸引了接受了5000年前的那个文化。他终于知道了，而且跟我说，而且不是跟我一个人说，是跟全部的日本的那一场的朋友说。虽然日本那边人不多，他讲说，因为孔子有一个军队，他是领导者，所以他会悟到人生这么多的真理。后来我今天坐在下面我就听老板分享，我在想，孔子有这么大的一个领导人，有团队，那么何尝我们吕威不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对吗？何尝不是吕威已经是迈向一个国际化，而且是人人羡慕，甚至是很多直销业羡慕的一个团队，对还是不对？那么老板的智慧强不强？他可以悟到这样的道理。那么我觉得，哇，好彩我今天在这里跟那个孔子差不多一样的思维的一个老板在这里，对吗？难道你们感觉不到的吗？我就感觉到老板踩在地球上面那股能量，带到我们去得很远很远。所以有一句话就说，当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必须要设定大一点，你才会去达到嘛。如果你取决于，就是古人又说一句话取法于上，得取于中；取法于下，取法于中，得取于下。意思是说，你今天设定一个目标，得60分的话，你不可能取得80分。那如果你今天设定一个目标100分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达到80分嘛，对吗？所以我们的目标要设到非常非常的大嘛。所以你看吕威的目标大不大？要去到哪里，你们知道吗？只是这边的人讲世界第一吗？去到哪里？去到哪里？亲爱的伙伴们在睡觉吗？去到哪里我们要 ？OK， 这边的伙伴们呢？对，我们就是要去到世界第一。我们跟着这样有智慧的一个老板，跟着这样一个智慧的团队，跟着我们这样一个智慧的核心管理团队，我的 Miss Claudia， 我们的 Nato Kenny， 我们的IVC， 我们的 Richard， 我们的 Elvin， 我们的戴丹，还有我们的欧亚，这样一支完美的队伍，我们就是有一个人要带我们去到
很远很高的地方。所以第三个我讲的界就是界势。今天的势力趋势，你们刚才都已经回答了。我们要去到一个世界的顶端。今天的趋势，我们老板时势造英雄，已经制造了这么多的英雄。问题是好在就是说，这个英雄又可以制造更多的英雄。那么我们这个趋势对还是不对？吕伟这么多英雄，你看这边坐着这么多英雄，全部都很有能量。他们的收入这么高，他们孝顺他们的父亲，他们买大房子，他们做他们的劳斯莱斯，这一切都来自哪里？都来自一个伟大的领导人，造就了很多的势头，让很多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我们这一代的时代的英雄。亲爱的伙伴们，今天你们就是吕伟的英雄，是不是啊？千万不要放弃做狗熊，必须要做英雄。我感到非常的骄傲，能到来到这个吕伟公司。一路上我驾车过来的时候，我跟我的伙伴，我有个领导人跟着我一起上来，我就问他，这个公司你觉得可以吗？他说肯定可以。那你平时每天在做什么？他说平时每天晚上一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老板的 CD， 但是听了之后才可以睡觉，不听他睡不着，一定要听到这个声音。所以我知道这个伙伴他一定会成功，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心态很对，他已经放对了，而且他已经放下，已经砍断后路，来到了吕伟。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跟吕伟的领导人，跟吕伟的核心管理团队一起去到另外一座高峰。因为当我们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他已经在你脚下了，那么我们必须要去到另外的一个高峰。如果你不去到另外一个高峰的话，那么你只能走下坡路了。那么这个高峰是谁设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我们的老板，他已经把吕伟的目标放得很高。我们只要不断的认真的付出，认真的坚持，认真的把一件事情做对，砍断后路，把一件事情做对，那么接下来自然而然跟着我们的老板去到我们吕伟的最高峰，去到我们吕伟的最高峰的会议。那时候你的形象变了的话，应该老板会注重你，应该会看得到你。好，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在吕伟去到一个更高的高峰见。也谢谢你们能够今天听我这样的分享，谢谢大家。好的。好，我们再一次给May一个掌声哦。难怪你父亲说你在骗人呐！啊，好了，老实说，我要补充一下，我在日本没有讲到孔子。我讲到老子讲过的，写的一本经书里面讲了一句话，《道德经》啊，《道德经》的第7章吧，上善若水。里面的第一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什么意思？水很善良，它可以利万物啊，它可以帮助万物。今天我们要做什么都需要水，我们要生存，我们需要水。我们要建这座体育馆，我们需要水，什么都需要水。不过他不跟人家争，为什么不跟人家争？因为他水是往低处流嘛。你看多伟大，他可以帮助全部的人，不过他宁愿自己本身在下面。哇，好伟大！然后处众人之所恶，恶的意思就是恶，邪恶的恶。不过那种情况是读恶哦，就是处在众人之所恶的意思，就是身在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什么意思？比如说水，通常我们要洗澡需要什么？需要水。我们要洗东西，一个东西肮脏了，我们要把它洗干净，我们需要水。当水把它洗干净了过后，这个东西干净了，请问什么东西肮脏了？水，水肮脏了。他宁愿自己本身肮脏，他要让人干净。哎呀，好伟大！所以我们要跟水学习。所以李小龙也每次讲，we must learn from water， 对不对啊？所以他每次 water 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水学习，好。